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4年7月1号星期一。我这一台空压机最近漏气，目前我已经把它处理好了，现在在测漏。我已经通保气，大概放置2天的时间了。目前看的话，它是已经没有漏气了。它目前的压力大概在8公斤左右。那这样子应该是没有漏气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之前是哪里故障。漏气的部分就是在这边，我目前已经把它补好了。它本来的破洞只有大概一个螺丝钉的破洞大小而已，那应该是从内部腐蚀出来的。那本来以为很简单，但是后面就是越补越大洞。以前只要空压机有破洞的话，那时候都是拿去给一些师傅帮我做处理，因为有时候处理好以后变成会有其他的地方破洞。因为这种筒子它都是从里面开始生锈的，有时候就是这边补好了，换其他的地方会漏洞，所以后来我通常都是只要筒子破洞，我都是直接换新的一台，因为这样子换算起来的成本反而是买新的会比较便宜。那后来自己有接触到电焊的工具，所以后来我都是自己补。那这个破洞是我第一次补，以前都是电焊一些细型钢比较厚的，那没想到这一种筒子它的薄度是很薄的，所以我经过这一次的尝试，现在只要有这种铁质的产品工具破洞的，我都会自己补。光是这一个小洞我补了大概好几天，3、4天有，我就是不断的补，然后破洞，然后再研磨，然后再补，然后再破洞，好像补到第3天还是第4天我就放弃了。本来是已经有上网要看一些新的空压机，然后后来想一想，反正这一台都要丢掉了，那干脆我就换另外一种修补的方式，没想到就补好了。先给各位看一下我之前补的这个洞是补的有多夸张，本来就一个很小的洞，然后结果补到最后补成这样子，所以还是蛮夸张的。测漏2天以后，目前已经没有漏气了。我再喷一下泡沫水给各位看一下，目前都已经没有破洞了。泡泡会动是因为我那边有开风扇，那边有一台风扇，目前都已经没有破洞了，就这样子。好不容易这边已经补好了，所以我今天想要来分享一下我怎么样去修补这些破洞，因为我也是补了好几天以后才抓到一个诀窍。因为我这边空间有限啊，那这一台目前已经处理好了，所以我就先把它清洁干净，然后轮子装上去，上一点油漆。那我先把这一台处理起来，这样子后面的工作比较好做。那我们这边已经上完油漆了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接下来就是等它干，等油漆干的过程，我们来检查看看哪里有在漏气的，你就给它喷一点泡沫水。那这边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，然后这边这边看起来有在漏，上面这边看起来应该也没有，这边看起来也没有，这边看起来应该也没有。OK， 那这边看起来应该也 OK 了。那目前看起来应该就这边在漏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处理这个。它这边会漏是因为它这个筒的部分已经断掉了，我才锁2下而已，它就断掉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一个换掉。今天已经把它更换完成了，但是这边还是会有一点点在漏，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筒有裂缝，还是这个的问题。那目前也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替换，那就先这样子使用，因为它漏的不会很严重。那现在这一台应该可以正常的进行使用了，虽然有一点点漏气啦，只好日后等看看有没有材料，因为买这些材料还是蛮贵的。那我就等看看有没有一些废弃的材料，然后还可以利用的。接下来我就来分享我这几天进行电焊的一些经验以及试做过程。那因为我这边工作环境太窄了，所以我这一台目前处理好，我就先把它放到我原先的位置。那这样子这边才有空间可以继续做电焊的工作。那我先把它处理好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电焊的经验。这个我已经打算要丢掉了，所以就用这一个。那它的厚度大概有2.3 mm 左右，厚度应该是跟那个铁桶差不多的。我们就来电焊这个洞好了，把这个洞补起来。接下来我们要导电，导电的话，我们要先把这边稍微磨一下。清除焊渣的部分，我是建议你要装这种铁刷。那我们焊接这边，导电导这边好了，所以我们先把这2边磨掉。
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把电焊机拿过来，那功率的部分我是直接调到7左右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电焊了。那我会先在圆洞的周围点一圈，增加它的厚度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功率比较大，就类似点焊的作用，它背面的铁就比较不会容易烧穿。好，那我先把它点一圈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进行研磨。我们直接把焊渣把它研磨掉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再绕。大概是这样子，我们先把它绕一圈，增加它的表面厚度，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个圆孔把它焊进去。那这我只是演示啊，因为一般来讲洞口不可能那么大哦。那你如果是小洞的话，就比较好补，就点几个点就可以了。那记得焊渣一定要把它磨掉，磨掉再焊。那你一定要有感觉到你在焊的时候它是有吃进去的，像这样子有吃进去的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功率大一点没关系，像我这边已经烧断了，我等一下再把它焊接上去就好了。那我们这样子最后就把这个洞补起来了。那你不可以看到有焊渣的洞，因为你如果有焊渣的话，它的铁是没有办法融合的。就大概是这样子。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电焊工啊，所以我目前的功力只能够把这个洞补起来。厚度的部分，你如果追求美观的话，你可以一边焊一边磨。不过这个会很耗费时间啊，对我目前的功力来讲，那反正我的目的是把这个洞补起来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我的电焊经验分享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我这一篇空压筒电焊修补过程经验分享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